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迪丽热巴在花少中脱颖而出，精彩瞬间层出不穷。在现在的综艺圈当中，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可以说是层出不穷，什么音综、恋综、职场类综艺、搞笑综艺，甚至还有很多小众领域的综艺，只要你想看的，那就绝对会有。在这个生活和工作压力都非常大的时代，有一种事情还是挺受观众喜欢的，那就是跟着视频博主去云旅游。相信大家也发现了，这2年的旅行类视频非常火，因为人们可以跟着博主的视角去看大千世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大家不仅对很多地方的风土人情和景色有所了解，同时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了放松。更重要的是，还不用花钱。既然旅行类视频如此受欢迎，那旅行类综艺自然也是会爆火的。其实自从有了综艺节目开始，旅行类综艺就挺受观众喜欢的，比如每一季都能爆的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。当然，还有一档非常爆火的旅行类综艺，那就是《花儿与少年》。这档综艺节目在前2季的时候真的是赢妈了，不管是收视率、热度还是话题，那都是行业的天花板。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芒果有很多爆火的综艺节目都莫名其妙停播了，《花儿与少年》也不例外。在这2年，芒果的很多爆款综艺都陆续重启，《花儿与少年》也跟着提上了日程。在去年重启的时候，芒果请到了顶流杨幂来带队，还有丁程鑫这样的年轻爱豆加盟，节目算是比较成功。既然节目重启成功了，那今年自然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的。在嘉宾阵容上，这一季比起上一季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迪丽热巴、秦海璐、秦岚、辛芷蕾、赵昭仪、王安宇、胡先煦这样的阵容，谁敢说不豪华呢？在这7位嘉宾当中，要说人气最高的，那必须得是迪丽热巴了，称之为顶流一点都不为过。对于一档综艺节目来回说，一般只要有一位顶流，就完全可以撑得起收视率。不过有很多观众对顶流是并没有太多好感的，毕竟这2年很多流量明星翻车的事件实在是太多了。当然，2期节目看下来之后，我觉得迪丽热巴还是非常圈粉的。在这一季的5位女明星当中，迪丽热巴的表现是最能打动我的。花少1期节目8次高光，迪丽热巴的格局打了多少女星的脸？第一，玩卡丁车。在这期的节目中，由于花少团从早上7点就出门了，一直到晚上12点才到玩的地方，因此很多人都累了，基本上玩不动了。其中最累的就是秦海璐了，在节目中喊了好几次秦岚、辛芷蕾、迪丽热巴次之。虽然大家都很累了，但是在玩卡丁车的时候，迪丽热巴瞬间满血，她和秦海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不夸张地说，迪丽热巴玩卡丁车的热情比王安宇、胡先煦这些弟弟都不差。说实话，在旅行中，迪丽热巴这种人是非常让人喜欢的，累归累，可只要一玩就满血复活，一点都不扫兴。第二，累了没有不开心，和秦海璐形成对比。在玩其他游戏的时候，秦海璐和迪丽热巴都很累地站在了远处，但只有秦海璐一个人喊累，迪丽热巴则是全程安静等待，没有一点不开心。当赵昭仪提出想要再玩一个游戏的时候，秦海璐直接生气地拒绝了，但迪丽热巴却并没有太多的表现。说白了，迪丽热巴非常累，但只要大家想玩，她是可以全程陪同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在旅行当中，大家肯定是更愿意和迪丽热巴这样的人一起出门，因为她有格局，不会让大家扫兴。话说好不容易来一次，错过了怕是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，为什么不能迁就一下呢？第三，累了还帮王安宇搬运行李。在回到民宿之后，所有人都非常累了，但迪丽热巴还是坚持帮王安宇把行李从房间搬到了车上。对比一下迪丽热巴好其他几位姐姐，大家都累，都是弱女子，差别真的是太大了。第四，给胡先煦感冒药。在搬运完行李之后，迪丽热巴自己吃了感冒药，而且还很暖心的给弟弟胡先煦也泡了感冒冲剂。迪丽热巴自己都是一个病人，她却不仅能帮着干活，还能照顾弟弟，试问这样的暖心姐姐哪里去找呢？第五，早上早起给大家买早餐。迪丽热巴在前一天算是最累的，而且也是睡得最晚的，但是她却在第2天很早起床去给大家买早餐，这样的操作真的是太暖心了。第六，帮工作人员给嘉宾发麦。在吃完早餐之后，迪丽热巴帮助工作人员给大家发麦。看到这里，我真的想说，迪丽热巴这是把节目组的活都要干完了。
第7，帮大家收拾东西，以免落下东西。在吃完早餐带上麦之后，迪丽热巴又张罗着帮大家收拾东西，因为再不出发就要迟到了。相比其他人来说，迪丽热巴的行李是最少的，所以她收拾的也是最快的。其实迪丽热巴这样的轻便出行才是大多数人正常的旅行状态，而其他人那种3、4个旅行箱的操作，可以说根本就不是出门旅游的，而是为了营销自己精致的玩法。看了迪丽热巴，再看其他几位，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，那就是迪丽热巴最接地气了。说句难听话，别看迪丽热巴是明星，即便是普通人和她一起去旅行也是不遭罪的，甚至普通人都是被照顾的。第8，提出一起选房间，不让王安宇和胡先煦有压力。对于第1站的房间，所有人都是不太满意的，这对2位导游王安宇和胡先煦的打击还是挺大的。尤其是到了第2站节目组安排的房间之后，王安宇和胡先煦真的是被刺激到了。如果要是把第1站和第2站的房间放在一起对比的话，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差别不要太明显。当节目组把房间的定位拔高了之后，王安宇和胡先煦对于第3站的选房更是没有信心了。大家也看到了，王安宇和胡先煦2个人待在房间里认真讨论选房的事情，因为他们真的很焦虑。实话实说，如果要是只有王安宇和胡先煦2个人，或者说嘉宾全是男生的话，这个房间是非常好选的，因为男生并没有那么多讲究。面对这么多姐姐，而且还都比自己有名气的前辈，再加上前一天杰海璐明确表达了对他们安排的不满意，试问王安宇和胡先煦怎么能没有压力呢？在王安宇和胡先煦遇到压力的时候，只有迪丽热巴提出了一起选房的建议，这样就可以缓解2个弟弟的焦虑。看到迪丽热巴这样的提议之后，我真的想说她太暖心了，这次旅程有她真好。正所谓众口难调，每个人的习惯和接受程度都是有差别的，这么多人一起旅行，选房间就应该是一起做，这样才能尽可能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。相比之下，其实王安宇和胡先煦2个弟弟是最没有必要参与选房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住哪里都没有问题。当然，这也正是节目组的套路，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出矛盾和看点。不管怎么说，一整期的节目让我看到了迪丽热巴的大格局和暖心，对比之下，其他女明星真的不觉得脸红吗？正所谓细节见人品，看完这期节目之后，我觉得迪丽热巴能成为大家喜欢的顶流不是没有道理的，试问这样的姐姐谁不喜欢呢？迪丽热巴，你真的太出色了。花少的第1季节目已经迎来了第8期，每一次都有你的高光瞬间，让观众们目不转睛，深深着迷于你的魅力。这一季的花少节目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颠覆和突破，但每一次都有迪丽热巴的身影，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道风景线。在每一期的比拼中，迪丽热巴都能够用她的智慧和机智，让观众们看到了她的实力。她的格局不仅打了对手的脸，更是让无数观众为之倾倒。迪丽热巴的美丽不仅仅是外表，更是内在的气质和气场。她的自信和优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无论是在比拼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，她都能够保持镇定自若，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。不仅如此，迪丽热巴在节目中展现出的团队合作精神也让人印象深刻。她总是能够与队友紧密协作，克服各种困难，取得胜利。她的领袖气质和团结精神让人佩服不已。总之，迪丽热巴在花少第1季的表现真的是太亮眼了，她的格局和实力打破了很多人的想象，不仅赢得了比赛，更是赢得了观众的心。期待看到她在未来的节目中继续闪耀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你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